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商业对决，或者说一种绝对的实力斩压。当我们谈论当今世界上又有价值的科技巨头，像是市值动辄突破几兆美元的回答、苹果或是微软，大家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极致的高科技啦、无尘室以及最顶尖的矽谷工程师，对吧？但是其实这些掌握全世界未来运算能力的科技巨霸，他们的命脉竟然被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传统日本食品企业给死死掐住。这是一个关于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只不过在这个现实的商业版本里，大卫不是用石头打败巨人，而是用一项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化学副产品，让全世界的科技巨人乖乖排队买单。大家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回答那颗造价高昂、驱动着全球人工智慧革命的晶片，跟我们平常去面摊吃面时，老板加进汤里的那一勺味精，到底能有什么关联？答案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整个 AI 产业与半导体革命的发展速度，目前正被一家以制造味精起家的食品公司所生产的一层薄膜给限制住。这一家公司就是日本的未知数。没有他们生产的这层薄膜，无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有多厉害，无论辉达的晶片架构有多先进，所有的超级晶片都只是一块无法运作的昂贵锡片。这层神秘的薄膜全名叫做未知数基层膜，业界通常简称它为 ABF。简单来说 ，ABF 是一种高效能的有机绝缘薄膜。在现代的高阶半导体封装制程中，晶片绝对不能直接焊在我们电脑或伺服器的主机板上，因为晶片上的线路是极其微小的奈米等级，而主机板的线路则是镶在巨大的毫米等级。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需要透过一块封装载板来进行转换与连结。在这块载板内部有着极度复杂的多层线路结构，而 ABF 就是用来将这些层与层之间的线路完美隔开，并且提供电信号传输、散热以及结构支撑的关键绝缘材料。我们可以用一个摩天大楼的概念来深度理解这个技术逻辑。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晶片想象成这栋大楼的顶楼，超豪华数位豪宅，而最底下的印刷电路板，也就是 PCB，则是整栋大楼的基基。为了让顶楼豪宅的海量资讯能够顺利传递到地基，我们需要在中间盖出好几个楼层。ABF 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些楼层之间最坚固、最能隔绝干扰的地板为天花板。如果没有 ABF 这样极致绝缘且平整的材料，晶片与电路板之间的高频讯号就会互相干扰，讯号错乱，甚至引发短路，最终导致整栋摩天大楼的通讯系统彻底崩溃，晶片也会遭遇灾难性的故障。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为什么这几年 ABF 会突然变得如此抢手？原因就在于 AI 晶片的复杂度呈现了指数级别的暴增。在过去，家用电脑里的传统 PC 晶片大约只需要堆叠4到6层的 ABF 绝缘层就绰绰有余了。但是，随着辉达等公司推出先进的 AI 加速器，为了处理海量的人工智慧运算，载板的面积变得更大，线路也变得更密。现在，一颗高阶 AI 晶片往往需要高达8到16层，甚至更多的 ABF 膜。层数的翻倍加上面积的扩大，直接导致 AI 晶片对 ABF 这种单一材料的需求量达到了以前的10倍，甚至15倍以上。重点来了，未知数到底是怎么跨入这个领域的？时间回到1970年代，当时未知数的科学家只是单纯在研究制造味精时产生的大量氨基酸副产物到底还能拿来做什么。他们意外发现，某种树脂状的副产品具有极佳的绝缘性，但当时根本没人需要这个特性。直到1996年，半导体巨头 Intel 遇到了液态绝缘材料容易不均匀、良率低落的严重瓶颈。Intel 四处寻找解方，最终找上了未知数。未知数的团队展现了惊人的执行力，各位知道吗？他们仅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将这项沉寂多年的化学技术转化为薄膜型的绝缘材料。到了1999年 ，ABF 正式量产，从此一举成为半导体封装的全球标准，一路主导市场，直到今天的 AI 时代。这段历史
造就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数字，也就是95%以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占率，这代表着未知数在全球高效能 CPU 与 GPU 的封装材料市场中握有绝对的垄断地位。无论是辉达、超微还是 Intel， 只要他们想制造最顶尖的运算晶片，就绝对绕不开这家食品公司。在科技产业，单一材料供应商能达到超过95%的市占率，这几乎是教科书等级的技术护城河。这也意味着整个 AI 产业的咽喉其实是死死握在未知数的手中。这样的垄断结构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埋下了一颗巨大的未爆弹。根据最新的产业数据预估，由于 AI 需求呈现爆发性成长，而 ABF 膜的扩产速度又极其缓慢，全球将面临严重的供需失衡。预估到了2026年 ，ABF 的供给缺口将达到10%，到了2027年，缺口会扩大到21%，而到了2028年，这个缺口甚至会飙升到惊人的46%。这庞大的数据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这代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科技巨头们手握几百亿美元的订单，却因为等不到这层薄膜，而无法顺利将 AI 晶片交到客户手上。在这种几乎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未知数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定价权与商业影响力。目前市场上唯一具备竞争能力的对手是积水化学，但其市占率仅只有5%左右，根本无法撼动未知数的霸主地位。这也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例如，英国的维权投资基金 Palliser Capital 就强烈要求未知数应该利用这个垄断地位，将 ABF 的价格大幅调涨30%。虽然未知数已经承诺会在2030年前将 ABF 的产能大幅扩增50%，但面对呈现几何级数增长的 AI 算力需求，这样的扩产速度是否真的能解除晶片断裂的危机？产业界依然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继续聊下去。虽然未知数掌握了最上游的关键材料，但这层薄膜要变成晶片能够使用的封装载板，中间还需要极度精密且庞大的制造工艺。这时候，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就在这里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桥梁作用。台湾不仅拥有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龙头，在中游的载板制造环节同样具备强大的统治力。台湾的载板厂就是将未知数的原始薄膜材料一步步加工堆叠，最终转化为推动 AI 现实的关键中游推手。在台湾，这股强大的制造力量主要集中在3家企业身上，业界称之为 ABF 载板三雄，分别是新兴电子、南电以及景硕。这3家公司凭借着深厚的制造基础、庞大的资本支出，加上与上游厂商完美的整合能力，目前已经联手掌握了全球将近1半的 ABF 载板市场份额。他们不仅是台积电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更是辉达、超微等国际大厂能够顺利出货的坚强后盾。我们先来深度解析排名第1的新兴电子。新兴目前是全球第2大 ABF 载板供应商，拥有大约24%的全球市占率，技术实力完全不输给日本的顶级大厂。新兴的策略非常明确，他们重兵集结在20层以上的超高阶大尺寸载板领域。大家要知道，层数越多，良率就越难控制，这需要极其庞大的资本投入与经验累积。新兴光是在2024年资本支出就高达了242亿元新台币，这种愿意砸下重金升级设备的决心，让他们成功拿下了辉达最先进的 GB200 AI 晶片以及 Intel 的长期大单，建立起极高的客户粘着度。相对应的，我们来看看南电的策略。南电在技术上紧追在后，专精于12到20层的高阶载板。与新兴高度集中在单一高阶领域不同，南电采取的是多元化与风险分散的商业逻辑。他们的客户群非常广泛，涵盖了苹果、博通以及 AMD 等指标性大厂。除了在现有的 ABF 载板与传统 BT 载板维持稳定营收之外，南电更把眼光放远。他们正积极开发雷射槽孔等特殊加工技术，这是一项提前为未来3奈米先进制程的特殊需求所进行的战略布局。透过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南电成功抵御了单一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其实当我们把视野拉高，会发现一个非常迷人的产业现象。
由传统老经济来拯救或推动尖端新经济，未知数绝对不是唯一的特例。在科技产业的底层架构中，有着许多你我熟悉的老牌传统企业，他们正默默运用累积了数十年的隐藏技术，支撑着当今最先进的 AI 革命。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趋势，它证明了真正的技术底蕴是永远不会被时间给轻易淘汰的。举个经典的例子，大家一定听过富士软片。这家曾经的全球底片霸主，在面临数位相机与智慧型手机崛起的毁灭性打击时，并没有像同业柯达那样走向破产的悲剧结局。相反地，富士软片进行了深度的自我拆解与华丽转身。他们发现，过去制造底片所累积的化学配方，像是感光乳剂以及极度严苛的奈米级高精度涂布技术，刚好完美契合了先进半导体制程的强烈需求。于是，他们将这些技术直接转移到半导体材料的开发上。如今，富士软片已经成为全球极紫外光，也就是 EUV 先进制程中不可或缺的光阻剂与湿制程材料领导者。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日本知名的卫浴大厂 TOTO。哈，你没听错，真的就是做马桶的那个 TOTO。其实 TOTO 早在1980年代就跨足了精密槽组领域。他们在研发半导体设备零件时，一开始良率极低，根本找不到原因。结果他们竟然借用了平常用来检查马桶表面房屋瑕疵的高精密显微镜技术来检查半导体零件。这才发现，原来是产线工人的化妆品微小粉末掉落，污染了零件。解决了这个品管盲点后， TOTO 将他们在陶瓷工艺的极致追求发挥到半导体设备中。现在在晶圆制造过程中用来固定磁力晶圆的关键设备静电吸盘， TOTO 已经是主导全球市场的核心供应商。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从未知数、富士软片到 TOTO， 这些日本企业的转型成功，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产业真相。这不仅仅是几家公司的运气好，而是日本在基础材料科学领域的绝对实力展现。根据统计，这个数字高达76项。没错，日本在足足76项不同的半导体基础技术领域中，包括了高纯度石英、特种气体、光阻剂等关键环节，握有超过全球70%以上的绝对垄断市占率。这是一座深藏不露却无比坚固的技术堡垒。走到这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我们常常惊叹于最新的 AI 演算法，或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晶片设计，但这场被誉为改变人类未来的 AI 革命，其真正的实体基石，其实高度依赖着那些被重新定义的传统工艺，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对化学材料、精密陶瓷、基础制造工艺进行了无数次反复淬炼的传统产业，撑起了今天科技发展的上限。没有过去的深厚积累，就绝对没有今天运算能力的飞跃。所以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充满悬念也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这一场看似最前卫的 AI 科技大爆发，实际上其生杀大权是掌握在一家百年食品老店、一家底片公司或是一家马桶制造商的手里，那么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科技的未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AI 算力的爆发实际上高度仰赖未知数、ABF 膜等基础材料的垄断优势，加上台湾载板三雄强大的中游制造实力，这揭示了一个真相：深厚的传统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工艺，才是真正支撑并推动尖端科技创新的隐形底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